我隔壁班的高冷校花拥有暂停时空的能力，天天都会停止时间来我班级偷偷对我做坏事。原本我对此事毫不知情，直到今天，她再次暂停时间来到我面前，我惊讶地发现周围事物都被固定住，自己除了意识清醒却不能行动。而眼前少女脸颊微微泛红，小手托腮盯着我，像是在思考今天要对你做些什么好呢？你要是没意见，那我就失礼了。说完，她踮起脚尖，轻轻将一个吻落到我脸上，接着小脸通红说了句明天见。我的宝藏男孩。做完这一切，他就像个偷心贼一样连忙跑出教室。与此同时，周围的时间开始正常流逝，班上的同学仿佛什么都没发生，依旧在认认真真听着课。而我作为学霸，此刻对这件事涌起了强烈的好奇心，越是往深层次想，越觉得刚刚的事情太过荒谬。不过类似的场景我倒是在影视作品里看过，可恶，竟然被他做了邪恶的事。随着下课铃声响起，我借着上厕所的名义偷偷路过2班的教室，很快就在角落里找到坐着的女孩。此刻她正拿着笔写写画画，看起来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，这让我有些恍惚。无论是印象中还是现在，她就是一个这么安静的少女，可越是如此，就让我越觉得不可思议。平日里文文静静的淑女，竟然会对我做这种事。在经历过刚才的事情后，下午的课我也无心听讲，一直思考着她的举动。从今天时间暂停来看，她绝对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，而且还有个关键点，她说了明天见，这意味着她似乎掌控着这种能力。可让女孩想不到的是，我今天保留了意识，虽然不知道之前被她糟蹋过几次，但我还是先假装什么都不知道，等摸清了对方底细再说。随着放学的铃声响起，我快速的跑到楼下蹲点，决定偷偷跟随少女，看能不能发现点什么。没一会，一个孤零零的身影出现，她自顾自地走出校门口，而我一直保持100米左右的距离跟着。这回路上放学下班的人很多，夏沈月倒也没发现我，走了10来分钟，本以为她放学后会直接回家，没想到一路跟着她走到了菜市场里面。此时的夏沈月宛如多年的家庭主妇一般，目标明确的前往菜档肉档。我很是疑惑，夏沈月和我一样，还有1个月不到就要参加高考，她爸妈没有准备好晚饭等她回家吗？看她的娴熟程度，显然不是1、2次来菜市场买菜了。而我一晃神的功夫，夏沈月就失去了踪影。我连忙朝出口方向寻去，结果依旧找不到她。没想到自己竟然尾随都能跟丢。另一边，夏沈月来到一个狭小的不能再狭小的零售店内。妈，我回来了。那个被夏沈月称呼为妈的夫人坐在轮椅上。今天放学比较晚啊。对，我留下来搞了一会儿卫生。说完，她把菜拿进厨房淘米准备做饭。家里的空间很窄，没有所谓的客厅，一个卫生间2个房间便是这个家的全部。她的卧室也很小，一张书桌上面堆满了书，简易的衣柜里也没有漂亮的衣服，除了4套换洗的冬夏校服之外，她已经很久没买新衣服了。好在她还有一位好朋友，那是一只雪白的猫咪，已经养了10年，名叫雪梅尔。而夏妈妈看着厨房里女儿忙碌的背影，心中一阵阵酸楚。6年前，夏沈月的父亲在车祸中丧生，她也下肢瘫痪，留有后遗症，每年都要支出不菲的治疗费用，导致原本还算幸福的家庭一下子掉入深渊。在这样的悲痛当中，最先走出来的居然是年幼的夏沈月。女儿越是成熟懂事，就越让夏妈妈觉得心疼和自责。就像现在，她每次回家都带着笑，熟练的操持家务，还要兼顾学习，看起来很轻松的样子。可夏妈妈知道，她的女儿从没有过一天属于她自己的时间。等夏沈月把家里的事情都忙完后，已经是晚上8点钟了。她洗了个澡，在房间里安安静静的自习，偶尔会朝着一旁的雪妹儿自言自语：“妹儿，告诉你一个小秘密，西西，我今天亲了她，感觉很不错。明天要对她做些什么好呢？妹儿，你说我会不会很坏啊？要是哪天她知道了该怎么办？”说到这，夏沈月脸颊微微泛红，内心十分感激上天赋予她的能力，让她每天都能够拥有1个小时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时间。也就是那1小时，自卑敏感的少女才敢鼓起勇气追求幸福，向她内心喜欢的少年表达自己朦胧的爱意。原本夏沈月从未考虑过谈恋爱的事情，可偏偏因为参加了一次数学竞赛，竟然在不知不觉间被人闯进了心扉。而另一边，我正在房间里，脑海中想着与夏沈月发生过的事情。只记得有一次数学竞赛结束后，几个同学提议去一家烤肉店吃饭，原本大家都没有意见，但一个怯生生的声音却在一旁响起：“你们吃吧，我先回去了。”说着，夏沈月也没管其他人诧异的目光，低着头默默地离开。我看着独自远走的夏沈月，想了想，转身跟了上去。毕竟路途较远，一个女生的话还是要多注意安全。夏沈月，我喊了她一声，快步走上前。夏沈月也没想到我会跟过来，停下脚步，下意识的就说：“我不饿，你们吃吧，我回食堂吃就好。”那行啊，我跟你一起回去。她见状不再说什么，只是缩了缩肩膀，若有若无的嗯了一句：“要打车回去吗？我们2人平分30就行。”夏沈月闻言有些愣住，我还是坐公交也行，一起吧。我没有问她干嘛不打车，而是跟着她一起往公交站走去。中途的时候，我问了下她关于刚刚考试的事，她的回答也仅仅只有紧张兮兮的对哦之类的话。见她实在不爱聊天，我便也不再开口，这倒是让夏沈月松了一口气，自在了不少。2人来到公交站等着车，看见车还没来，我就去旁边买了2瓶水，喝点水吧，谢谢。我不渴。不用了，拿着，买都买了，你不拿着我也没地方放啊。夏沈月的表情瞬间变得有些委屈，一副像被凶了的样子。弱弱说了句多少钱，可我在买水给她的时候，确实没想到她居然还要给我钱。见她眼神似乎有些执着，我只好说了声2块，我没带手机，给你现金吧。说着，夏沈月拿出自己的小钱包，点出2块递给我，我接过她的钱揣到了口袋里。直到这时，夏沈月才像是松了一口气一样，拧开手里的矿泉水，小口小口的喝了起来。过了一会，公交车来了，2人一起上了车，刚好后排有连着的座位，我便让她坐在靠里
面的位置。一路上两人都没有说话，时间久了，夏沈月渐渐觉得安心起来，还时不时的偷瞄我一眼。而我在上车没多久便沉沉的睡了过去，睡得很香，偶尔还能闻到身旁那个女孩飘来的淡淡香气。也就是这次，自卑敏感的夏沈月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，拥有了独属于自己1小时的超能力。于之乐同学，醒醒了，要到站了。我迷迷糊糊的睁开眼，只觉得自己好像睡了好久好久，明明1个小时的车程，居然会有坐了2个小时的感觉。随后两人下了车，一起走了200多米回到学校，各自在食堂的不同窗口打了饭菜，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共进了午餐。期间两人都没有说话，但却是两人时间最长、最亲密的一次相处了。这就是青春的烦恼吗？明天要是再遇到时间停止该怎么办？不行，不管真相如何，得夺回主动权才行。第2天，我自信满满的来到学校，决定这次主动出击，绝不能再被一个女孩按着摩擦。可就在早上做眼保健操的时候，我还在思考着怎么搞定夏沈月，结果迷迷糊糊中音乐停了，周围的喧闹也安静了下来。我回过神想要睁开眼看看情况，可那被冻结一般的束缚感熟悉的跟昨天一模一样。卧槽，又来了，能不能让我做个准备啊？我的心情瞬间就变得很复杂，有慌张，有不解，有生气，甚至还有一点小期待。本以为自己能重拳出击，却没想到变成了待宰小羔羊。听着越来越近的脚步声，我的心跳也越来越快。虽然看不到他，但我发现自己能轻易地脑补出他的模样，甚至可以根据喜好给他换上自己想要的服装。这就是闭上眼睛的好处吗？随着身后传来桌子挪动的声音，夏沈月从背后凑了过来。今天是闭上眼睛的时间哦。他说话的声音很温柔，有种酥酥麻麻的感觉。我的鼻子也没闲着，偷偷闻着专属于他的味道，是某种让人舒适的香甜。他轻声喊着我的名字，我已经想好今天对你做什么了。我想抱抱你，可以吗？你没意见的话，那我就失礼了。我也会闭上眼睛的。夏沈月从背后搂住我的脖子，整个人趴在我身上，两人脸颊彼此紧贴。他闭上眼睛，就这样轻轻地抱住了我。时间停止，仿佛又再次停止，让人连思考空隙都没了。我可以轻易地感受到夏沈月扑通扑通的心跳，也能感受到她的脸颊越来越烫。夏沈月就这样静静抱着我度过了1个小时，直到最后离开还不忘告诉我一声今天很开心哦，明天见。他话音落下，周围的一切又瞬间回溯到了原样，世界的嘈杂声震耳欲聋。我睁开眼睛，靠着椅子，一副被人欺负了的模样。方才的又一次时停使我原本的决定更加坚定了。时停里我唯唯诺诺，现实中我重拳出击。夏沈月，你给我等着。很快中午的放学铃声响起，班上同学陆陆续续赶往饭堂吃饭。等人走的差不多后，我起身来到2班门口往里瞅了一眼，果然看到夏沈月还坐在座位上自习，像是不知道下课了一样，一点都看不出来像是会做那糟糕事的人。难道是我被欺负太多次，导致现在都已经习惯了吗？我没有离开，而是靠在阳台上站着，一边吹着风一边等他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高峰的用餐期也渐渐过去，夏沈月合上手里的书本，从教室里走了出来，跟以前一样小心翼翼地低着头。喂，夏沈月，冷不防地响起一个声音，他下意识地止住脚步，回头便看见我朝他走来，周围没有其他人，即便再怎么不相信，也可以肯定刚刚那句话是我喊的。夏沈月脑子瞬间宕机，他在等我吗？他找我做什么？是被发现了吗？不可能啊，都持续那么久了，为什么到现在才来找我？我该怎么办？完蛋了，完蛋了！我不知道他在想啥，只觉得自己跟个大灰狼似的，刚一出现就把小白兔吓得不敢动弹。肉眼可见夏沈月小脸迅速通红，他看了我一眼后，又立刻低下头。于之乐，你是去饭堂吗？虽然时停时后发生了许多事情，但毕竟我脸皮厚心脏大，我只要装作一副啥都不知道的样子，夏沈月还是发现不了什么的。见我的语气和问话都挺随意，夏沈月这才松了一口气，轻轻点了点头，嘴中发出像小动物般的嗯声。那走吧，我跟你一起，一会食堂都要关门了，而且我等下有事跟你说。夏沈月诧异的抬头看了我一眼，内心又开始慌张了起来。啊，什么事啊？先吃饭，我饿死了。说完我朝着食堂走去。夏沈月愣在原地好一会，回过神后才有些委屈巴巴的跟上。一路上夏沈月心里别提有多忐忑了，到底啥事啊？别吓唬孩子好不好？两人来到食堂后，分别在不同的窗口打了菜。原本我打算替夏沈月刷卡付款的，可碍于他倔强的眼神，也就没有勉强。两人找了个位置坐下，像是一对情侣来饭堂吃饭一样。夏沈月心里莫名闪过这个念头，小脸瞬间通红。习惯一个人吃饭的他，此时的状态可以说是相当不自在，身体坐得笔直，低头看着自己盘里的菜，小口小口的吃着。他说要跟我说什么似的，为什么还不说啊？等了好久也不见我说话。夏沈月终于忍不住偷偷抬起头看了我一眼，而我此时正大口大口的吃着饭，察觉到目光我看向他，我指了指他盘子，我能尝一下你那个吗？然后死皮赖脸的直接从他碗里夹走了2块花菜和1块肥猪肉。夏沈月哪经历过这种事啊？从我在楼梯口说要跟他一起吃饭开始，他的脑瓜子就是懵的，到现在都没转过来，满脑子都是心虚的胡思乱想。好不容易等吃饱饭后，他鼓起勇气小声询问：于之乐，你要跟我说什么事啊？你手机带了吗？加一下我理性吧。说完不等他回话，我拿出手机打开2维码放在他面前。在饿狼面前的小羊羔哪里有反抗的余地？夏沈月显得有些委屈，但还是拿出自己的手机扫了一下。很快我便收到了验证信息，点击通过，两人便成为了好友。夏沈月低着头，在看不到的桌面下一双小手紧张地纠结着，他能感觉到我似乎要对他说什么了不得的事。不可能呀，真被发现了吗？可为什么从高2到现在才……妹儿，姐姐要完蛋了。气氛在这样的静止中仿佛出现了时间停止，周围的动静都消失了，只剩下紧张和不安的心情。夏沈月，你觉得我怎么样？他瞬间疑惑地瞪大眼睛。啊，印象还行吧。
他此时的思绪已完全被打乱，一头雾水，也不知道我到底要做什么。再加上本身对我有特殊的情感，导致他更是胡思乱想起来。今天突然找你可能有些冒昧，不过我想好了，如果你没意见的话，我想跟你处朋友，告白，处对象。夏沈月整个人呆住了，小脸瞬间通红，浑身血液都冲到薄薄的脸皮上，脖子红了，耳朵红了，瞳孔乱颤，心脏跳的就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。我还以为他没听清，于是又补充了一句：我觉得你还挺可爱的，而且性格也好，所以就想跟你处个朋友。对不起，我。夏沈月结结巴巴地站起身，强装镇定地收拾餐盘，可双手似乎不听使唤，连汤碗都碰倒在地，发出叮铃当啷的声响。我俯身帮他捡起，再次抬头的时候，夏沈月已经跑了。远远地看到他端着餐盘跑出了饭堂，过了一会又端着餐盘跑回来，放在回收区后再次跑了出去。果然是朋友太少了，处个朋友也能这么开心吗？我嘀嘀咕咕拿起手机给刚加上好友的他发了条消息：下午一起回家吧。发完我就怔住了，消息前面多了一个大大的红色感叹号，还有系统的贴心提醒：月开启了好友验证，你还不是他的好友。卧槽！人生中第一次被一个女孩子删好友，想夺回主动权就这么难？不对，他该不会是误会了什么吧？我有些头疼，男女之间就不能有清清白白的友谊吗？另一边的夏沈月跑回教室后就慌张地趴在桌子上，小脸通红的像是一只煮熟的大虾。他一定是在开玩笑吧？是玩真心话大冒险输了吗？他怎么可能会跟我说这种话？一定是在逗我玩，我和他是绝对不可能的。夏沈月满脑子都是这种想法，完全不知该如何应对，趴着就无声哭了起来。他是个极度自卑且没有安全感的孩子，潜意识里就认为自己根本不配谈恋爱，连喜欢也只敢偷偷摸摸。他很懂事，在家庭发生无法挽回的变故后，压制欲望已经成了他的一种习惯，忍住不买漂亮的衣服，不在学校闹矛盾，不去装修很豪华的店，少一点社交，因为这些都很花钱。一条又一条懂事的自我开导几乎成了他生存的本能。直到他拥有暂停时间的能力后，夏沈月才感觉到了真正的自由。他可以不用学习，不用着急回家，可以像是小公主在自己的花园里闲逛一样，从沉重到喘不过气的日常里得到解放。他可以肆无忌惮地来到自己喜欢的男孩面前做任何想做的事，说平时不敢说的心里话，即便1小时后所有的一切都会回归原样，世界并不会因此改变什么，但这依旧是他最开心的时刻。哭了一会的夏沈月终于想好了，总之绝对不可能答应告白，恋爱是奢侈的，现在的自己无法享受。他伸手从兜里拿出手机，看到了我重新发来的好友申请，而且这次上面多了一行备注：别误会啊，我只是想跟你当个朋友而已，普通朋友的那种，或许可以是亲密一点的好朋友。夏沈月瞬间满脑问号，我是谁？我在哪？我该怎么办？直到看到这行备注，他才冷静回想了一下我刚刚说的话，处个朋友这4个字像是念经似的在他耳边回荡，一下子使他满脸通红，脚趾都尴尬地抠了起来。刚刚太过紧张，我好像误会了什么，怎么这样子欺负人？夏沈月晕吟一声，双手捂着发烫的小脸，在他看不到的侧后方，我站在2班教室的门口，左手食指弯曲，正准备用关节敲门喊他。见他这一副小青虫扭来扭去的古怪模样，瞬间也是愣住。就在我犹豫敲不敲门提醒他的时候，夏沈月刚好从座位上起身，打算去卫生间洗把脸。一转身，2人碰巧四目相对，他看到我的一瞬间，捂着脸就冲出教室跑进了男厕，片刻后又跑出来冲进了女厕。我轻笑一声，这场景有一种让我翻身做主人的感觉，果然还是得主动出击。现在他是小羊羔，我才是大灰狼。下午的3节课过得很快，5点20的时候放学铃声准时响起，我拎起书包快速跑到校门口等夏沈月。这次看他往哪里跑，果然跟我预料的一样。下课后，夏沈月没有从最近的楼梯口下楼，而是绕了个远路回家，一副生怕被饿狼逮到的模样。他低着头走得很快，直到出了校门才松了一口气，今天真是丢脸死了。夏沈月，这么巧？身边冷不防的响起个声音，他顿时吓了一跳，下意识的就想跑，结果咚的一下撞到了我胸口。他捂着额头后退了2步，脸上布满了委屈。于之乐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我是来跟你道歉的，都怪我中午的时候没说清楚，搞得你误会了。一想到中午，夏沈月就有些脸红。没事，我走了。可我好不容易才占上风，哪会那么容易让他走掉？哎，等等，干嘛呀？你不要欺负我好不好？他的语气有些央求，可怜巴巴的惹人心疼。我才没欺负你，你干嘛不通过我理性？不是说好了当个朋友的吗？见他犹犹豫豫的不说话，我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。你该不是心虚，真的对我有意思吧？这一句话直接让夏沈月满脸通红，他连声狡辩，我没有，你别乱说。那你干嘛拒绝我的好友？虽然你是女的，我是男的，但不妨碍我们成为清清白白的朋友吧？夏沈月不知道该怎么解释，这看起来是再正常不过的请求了，而且2人又并非素不相识，哪怕是简单的打交道，似乎也能称得上是朋友。你怎么会突然想跟我做朋友？快毕业了，就觉得如果不跟你认识一下的话，这些日子就仿佛缺了些什么。况且每次考试你的名次都在我上面，3年了，想跟你做个朋友很过分吗？听到这话，夏沈月的脚步慢了下来，夕阳照在她的发梢上，散发出一层好看的淡金色。夏沈月不说话了，我也便不说话。2人一起慢慢的走到我和他家分叉的这个路口，现在是红灯，我没有径直回家，而是陪他在路口等着。在红灯剩3秒钟的时候，他终于开口了：你跟我做朋友，他们不会笑话你吗？我愣住了，完全不知道夏沈月有多自卑才会说出这样一句话来。在我愣神时，绿灯亮起，夏沈月转身朝路口那边走去。你觉得我会在乎吗？我高声大喊。周围的行人诧异的看过来，夏沈月还是第一次在路上享受行人们集体的注目礼，羞得只想找个洞钻进去躲起来。我则一点都不在乎别人八卦好奇的目光。在喊完那句话后，我小跑跟在夏沈月身旁。你干嘛还跟着我？夏沈月似乎有些羞恼，毕竟他从来就没见过这么厚脸皮的人，可又忍不住对刚才的回答感到心中一暖。我没跟着你啊，
我本来就是要往这边来的。夏沈月有些羞恼地指了指对面，你家明明在那边，你怎么知道我家在那边？你跟踪过我？我没有。夏沈月见说不过，干脆就闭口不言，自顾自地往前走着。两人来到菜市场后，见实在是甩不掉我，夏沈月也绝望了。你要去买菜吗？真巧，我也要去买菜。怎么会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呢？我当初怎么会看上他了呀？夏沈月加快了步伐，他需要买菜，回家还要做饭做家务，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。夏沈月只好把我当成空气。见他回头瞥了自己一眼，我也装模作样的学他挑挑拣拣，他买什么我就买什么。我相信他在这方面肯定是贤惠级别的。买完了肉，夏沈月又走到了蔬菜摊，我也有样学样的挑了根丝瓜。他看了一眼，还是忍不住出声提醒：“你选的那根太老啊，不好吃的。”他伸出小手在几根丝瓜中摸索了一下，要选这种外皮细嫩的，会好吃一点。太老的话，里面的种子都硬了。我的目光盯着他的小手，手型相当漂亮，只是左手食指旁有一道淡淡的刀疤。我接过他挑选的丝瓜，你食指以前受过伤啊？刚学做菜时不小心切的。夏沈月连忙收回了自己的手，看着挺深的样子，当时很疼吧？夏沈月没有接话，他听出了我语气里的关心，选择避开我的眼神。他怕自己一说话，伪装起来的坚强就瞬间粉碎了。好后悔啊！如果今天时间停止的1小时没用掉的话，现在就可以扑到他的怀里了吧？买完需要的菜后，夏沈月便准备回家。在我又死皮赖脸的跟上去后，他终于有些忍不住了。干嘛还跟着我啊？我从这边出去会比较近点。话说丝瓜怎么做好吃呀？一路上我喋喋不休向夏沈月问了很多做菜的问题，他也会很配合的回答，只不过小脸一直红彤彤的惹人生怜。看来以后得多跟你学学，要是有了对象，我就能做饭给他吃了。这话听得夏沈月心里酸溜溜的，可又不敢表现出来，只好闷头继续走路。走了不远便看到了那间狭小的零售店，以及坐在轮椅上的夏妈妈。我到家了。她的语气听起来有些紧张，似乎怕我用某种不可思议的口气说出你家就是这儿啊类似的话，但我什么也没说。听到她说这是她家后，我便走上前跟夏妈妈礼貌问好：“阿姨您好，我是夏沈月的朋友，我叫于之乐啊，是小月的同学啊，快进来屋里坐。小月，你招呼一下同学。”夏妈妈显得很是紧张，不过第一次有女儿的同学上门，还是让她很开心。没事，阿姨，是我突然过来打搅了，等改天我再上您家玩，我先回去了。阿姨再见。我跟夏妈妈打完招呼，这才走到呆呆站在原地的夏沈月身旁。我是认真的，单纯想跟你交朋友，记得通过我理性啊。我先走喽，拜拜。夏沈月看着我离去的背影好一会儿，直到母亲跟她说话才回过神。小月，她是不是你经常提到的每次考第2的同学啊？这孩子我看着还真不错。经常提到这4个字，让夏沈月有些面色古怪。妈，我什么时候提起过他了？每次考完试啊，我问第2是谁，你说是一般的于之乐，这也不算提起吧？被母亲说出来这种事，好像自己整天把他挂嘴边似的，这让夏沈月觉得羞极了。还有之前你们去竞赛，我问你有哪些同学一起去，你就说了于之乐，其他人连提都没提，就普通同学而已。妈，你千万别误会，我去做饭了。夏妈妈叹了口气，女儿心里有事喜欢闷着不说，可这样下去总不是办法。若是女儿能有一个知心的朋友或者恋人，那该有多好，毕竟她一个人太苦了。时间很快来到晚上10点钟，忙完一切的夏沈月坐在桌子前看着手机，她内心十分的纠结，要是只做朋友的话，应该没关系的吧？思考了一会后，她像是做了什么大决定似的郑重点了下屏幕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我听到好友通过的一瞬间，心情莫名的激动了一下，拿起手机就朝夏沈月发送信息。真巧，我刚准备给你发好友请求，你就通过了。而夏沈月看着我的消息，整个人呆呆的愣在原地，心情既兴奋又激动，感觉像是做梦一样，有些不可思议。我一直偷偷喜欢的男孩子不仅加了我，还给我发了消息，该怎么回才好？犹豫了片刻，他打出了3个字：那巧了。发完后，夏沈月便乖乖等待着回复，可等了好一会都见我没有回应，这跟他幻想中的一人一句聊天似乎不太一样。于是他又焦急的补充：还是很巧的。我看着上面的信息，满脑黑线，看来你果然很少跟别人聊天。那个于之乐同学，我有一件事可以拜托你吗？就很小很小的请求。我有些疑惑，也不知道他要拜托自己什么事，不过这倒是一个好兆头，起码能帮助到他吗？当然可以啊，我们不是朋友吗？有什么事就说吧。那我说了，有点难为情，就是我们可以先当网友吗？我满脑子黑线，啥意思？就是不敢跟我线下刚，只敢线上 solo 呗。辛苦夺回来的主动权，哪能那么容易放弃？想到这，我咬着牙回复：不行，我想跟你见面聊天，晚安，明天见。说完我倒头就睡，也不担心夏沈月给我打来语音，况且他要是敢，我把自己肋骨打断给他熬汤喝都行。而夏沈月见我不同意，发消息也不再回复，这可把他委屈坏了。怎么这样子啊？就不能只聊天不见面吗？第2天一早，我睁开眼看了下手机上的信息，其中3条是夏沈月的，还有4条是班上女生说睡不着想跟我谈心的。我点开了夏沈月发来的消息：我们只聊天可以吗？就是你像今天这样来找我的话，我会感觉很为难的。当然我不是说别的意思，如果我们是朋友的话，只聊天也可以的吧，不见面也没关系的。我被他逗乐了，也不知道他到底想的啥，人家网友都是冲着奔现去，他倒好，难得交了个朋友，居然还想跑到网上去，还说不见面也没关系，骗小孩呢。明明天天在实体里对我动手动脚，现在还想在网络里白嫖我有趣的灵魂，哼，没门！我轻哼一声朝他回复：哪有朋友只聊天的，我们友谊纯洁，有啥好为难的？别人家的朋友都会一起去上学，待会儿我们也一起吧。等了一会见他没回，我也不在意，拿上老爸留下的 AK47，牙也不刷就来到表姐的咖啡屋抢了一杯咖啡，然后顺着小道朝着学校走去。可令我惊讶的是，走到路口的时候，我竟然看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。夏沈月吃着包子，绿灯亮了也没有走，还时不时抬头四处张望一下。
模样看起来有些小纠结。我愣了愣，不是没回消息吗？没想到他真的会在这等我。我走到他背后，伸手在他身上轻轻拍了一下。嗨，夏沈月明显被吓了一跳。于之乐，你怎么从后面出来了呀？我刚刚去吃早餐，你等了很久吗？对了，我给你带了杯咖啡，那拿着。我把原本自己喝的咖啡递给了他。夏沈月下意识就摆手拒绝，不用，你自己喝吧，我在我姐店里亲手做的，你确定不尝尝？我看你们女孩子好像比较喜欢喝奶茶，下次我给你做奶茶好了。见状，夏沈月有些犹豫，我直接把咖啡硬塞到了他手中，他不肯拿，我就抓着他的手，小手一抓，夏沈月就乖了，红着脸一动不敢动。估计我这会给他手里塞个手榴弹，他都不会丢掉。你的包子是在哪儿买的？看起来很不错的样子。夏沈月还处在愣愣的状态，也没听清楚我说的啥，以为我要吃包子，便把自己吃了一半的包子递到我面前。我刚吃过早餐了，我是问你包子哪里买的？对不起，我刚刚没听清，我自己做的。你还会做包子？明天给我带2个呗，我也想换个口味试一下。平时会做一些包子和饺子放着当早餐吃，就是做的有点拿不出手。没事，都是哥们，有啥好介意的？说定了啊，明天给我带2个。我笑了起来。清晨的太阳刚刚升起，洒下光辉，这一笑让夏沈月愣了神，原来有个朋友的感觉这么好的吗？手里握着那杯咖啡，温热的感觉从掌心流到了心里。走吧，待会要迟到了。我喊了他一声，他回过神，跟昨天一起走路的情况一样，他落在我身后半个身位的距离，以至于我说话的时候都要扭一下头。你包子不吃了？夏沈月闻言像是得到了什么允许，拿着包子一口一口吃进嘴里，而且吃得很急，不一会腮帮子就鼓了起来。别呛到了，喝口咖啡吧。哦，他听话的乖乖吸了一口。除了速溶咖啡外，夏沈月还是第一次喝到手工制作的，入口有些苦，但不涩，出乎意料的好喝。夏沈月，你怎么会想到跟我做网友的？不愿意跟我见面吗？不是的，他连忙否认，不是不想跟你见面，我只是怕被别人看到会影响你，我又不在乎。不过你放心，既然咱们是好朋友，我也不会给你造成困扰。我明白他的意思，毕竟在学校如果出现我和他在一起的谣言，会对他有不小的压力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自己也不在乎的。那我们这样子算是地下友情吗？你这个词好奇怪，他总感觉不对劲，但又说不上来。这种偷偷摸摸的样子让他觉得非常刺激。总之，这算是我们第一个共同的小秘密了，意味着我们的友情更近了一步。我竖起大拇指，进一步朝他靠近。你总是有心事的样子，不爱说话，是有其他不能说的秘密吗？我没有，你又乱说了。夏沈月瞬间很紧张，眼睛慌乱的看向四周。夏沈月，为了我们的友情更加牢固，我们来交换秘密吧。说完这句话后，我就一直悄悄观察着他。我不要，他拒绝了我的请求。小白兔似的他，拒绝起来也是软绵绵的。我哪里肯放弃这个机会？有秘密的人总是孤单的，我也有秘密啊，所以一直希望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可以分享。你可能觉得我找你当朋友是因为我心情不好，想找个人排忧解闷，或者觉得我不怀好意，但不是这样的。我是很认真的想跟你成为朋友，因为我觉得你很特别，至少对我来说，你是我见过最特别的女孩子。我很普通的。夏沈月有些慌乱，脸上浮起了红晕，手指紧张的揪着衣角。昨日在食堂的那种感觉又来了。他为什么要说这种话？很让人矜持不住的。不，你一点都不普通，夏沈月，我真的希望成为你最好的朋友，好吧？他找不到任何反驳的点。明明还是清凉的早晨，夏沈月的脸却有些发烫，烫得他晕乎乎的。过了好一会，他叹了一口气，声音里有些无奈和沉重。我的秘密你昨天不是已经看到了吗？6年前我爸爸在车祸中离开，妈妈也瘫痪了下肢，每年还要很多钱去治疗。我家很穷，所以我要很努力给妈妈争取到更好的生活。在我知道他会视听之前，这确实算是夏沈月在学校里最大的秘密。他也从来不会告诉别人这些事，他害怕看到别人怜悯的目光，也害怕成为别人的谈资，这是他的伤口。两人一起慢慢走着，我没有说话，夏沈月也沉默着。都已经这么多年了，他并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情和怜悯，只是会觉得自己一路走来有些孤单罢了。我默默地陪在他身边。夏沈月，当你在经历黑暗的时候，我希望你不要一个人独自承受，这世界上还有我愿意陪你一起面对。我伸出左手轻轻抚摸他的脑袋。夏沈月内心颤动了一下，一股无名的情绪使得他喉咙像是梗着一块大石头，眼睛也微微泛了红。他轻轻地点点头。两人站在清晨幽静的小路上，周围的光影斑斓交错，我只感觉心脏某处似乎也被他碰得颤了颤。好了，力量已经给你了，继续分享你的秘密吧。还有就是我，不行，我都已经说了，该到你了。夏沈月回过神，连忙止住嘴。她确信面前这个男生有蛊惑人心的力量，明明已经告诉他一件事了，居然又差点被他骗出更多的秘密。我犹豫了一下，靠近他耳朵小声说道：我有一点点想谈恋爱了。夏沈月愣住了，心里忽然变得酸溜溜。那你有喜欢的人了吗？我摇了摇头，还没。听到回答，夏沈月松了口气，应该很多女孩子喜欢你吧？可这种事不应该找自己喜欢的吗？说的也是。夏沈月也意识到，即便自己认为配不上眼前的男孩，但听到他谈起这种事的时候，还是无法做到坦然面对。别发呆啊，到你了，说说你的秘密吧。夏沈月红着脸支支吾吾了小半天。我已经在脑海里和喜欢但不可能在一起的人过完一生了。那孩子叫什么？在哪读书？帅吗？叫不告诉你。夏沈月连忙捂住小嘴，真讨厌，差点被试探出什么了。听完他的秘密，我双手垫在脑后，看向远处的天空。为什么你会觉得你们不可能在一起？反正是不可能的。也许等到了25岁，我变得很了不起的时候才敢告诉他吧。要到学校了，一路走来10分钟的距离，以前觉得还挺远。
但今天早上两人都感觉这段路似乎短了很多。既然你不愿意被人看到，那你就先进去吧，等中午我们一起去吃饭。那再见。在我面前，夏沈月总是硬气不起来。本来中午打算自己吃饭的，被我一说就委屈的答应了。他低着头先走进校门，我则在他身后3-5米的地方跟着。回到班级后，我一上午都在等待夏沈月的试听到来。然而女人的心思真是捉摸不透。前天她是下午的时候来，昨天是做眼保健操的时候来。按道理说这2天我像是饿狼欺负小白兔似的狠狠欺负了她，她不应该迫不及待的过来报仇才对吗？课间做眼保健操的时候我姿势都摆好了，可结果夏沈月居然没来，这让我很是郁闷。她该不会是因为两人现在成了朋友，决定痛改前非以后不来了吧？中午11点50分放学铃声准时响起，因为早上约了夏沈月一起吃午饭，所以我便在教室静静待着，等时间慢慢过去，人走的差不多后，我拿出手机给夏沈月发了条信息：你在教室吗？没一会她就回复了，在的。我起身走到2班，一眼就看到了坐在角落里的夏沈月，我敲了敲后门，朝她喊了一句：走啦，去吃饭。夏沈月愣了下，回过头看见是我就乖乖从抽屉里拿出自己的饭卡，然后起身朝我走来。别看她现在好像很淡定的样子，其实心里紧张的不得了。放学开始她就一直想着去吃饭的事，她总感觉怪怪的，甚至还偷偷上网查了一下，朋友要我等她一起上学和吃饭，这合理吗？看着她低头乖乖走来的模样，我感觉自己像极了接小朋友放学的家长。昨天跟你一起吃饭太突然了，不过今天你不用紧张，毕竟我们是朋友嘛，朋友一起吃饭很正常的。平时我也有跟其他朋友们一起去吃饭，我没关系的，你不用特意等我，可以跟他们早点去吃的。那不行，他们还有其他朋友，你就只有我一个，让朋友自己孤零零的去吃饭，这肯定不可以的。谢谢。不管怎么说，听到这番话，夏沈月心里还是暖暖的。不用跟我说谢谢啊，毕竟对我来说跟你一起吃饭会让我胃口更好一点。那你就多吃一点。她小脸微红，软糯糯的可爱极了。两人一起朝着食堂走去，我走在前面，夏沈月就在身后跟着。她喜欢这个位置，因为背后没有眼镜，可以时不时偷偷打量一下眼前的男生。有人！我突然大惊小怪地说了一句，拉着她靠到树旁边，一副生怕被人抓到似的朝食堂东张西望。夏沈月被吓了一跳，靠着树心脏砰砰乱跳，就连呼吸也急促了起来。她压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低头看着自己那被紧紧抓着的小手，大脑一片空白。红晕蹭蹭蹭的往脸蛋跑，没事了，刚刚发现有朋友从食堂走出来，差点我们的地下友情就被发现了。你的手。夏沈月声音如同蚊子扇动翅膀，也不知她用了多少力气才说出这几个字。哦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不动声色地松开她手，手掌残留的温软触感让我心跳也加快了不少。女孩子的手真的特别滑。没人了，咱们快走吧。两人来到食堂后打了2份饭菜，依旧是昨天的位置。夏沈月面色通红，像是做贼心虚。于之乐，我觉得下次我们还是分开吃饭吧，要是被人看到了，不太好。没事，你别紧张，咱们是朋友，又不是别的什么关系，下次我们小心点就好了。闻言，夏沈月总感觉不太对劲，可又说不上哪里不对劲。女孩子其实很简单，只要喜欢你，你说什么她都信，她会自己骗自己的。那好吧，不过咱们要偷偷摸摸的。好，那我们先来换菜吧，这样你就不会嫌弃有我的口水了。你吃我的里脊，我吃你的豆腐。我拿着勺子把糖醋里脊分出一半给她，然后又从她麻辣豆腐里舀了一勺给自己。不会嫌弃的，你也吃。好，我吃饭很快的哦，你太慢我可就不等你了。哦，夏沈月应了一声，连忙开始吃饭，生怕自己会给别人添麻烦一样。而且明明都是饭堂里的饭菜，可她却莫名的觉得今天的糖醋里脊尤其好吃。对了，今天早上不是把高一时候写给未来自己的信送回来了吗？你给自己写的是什么？哇，当时很想知道现在的自己过得怎么样。那假如你能给小夏沈月回信的话，你会怎么回？我会跟她说加油，未来很好。夏沈月抬起头看了我一眼，那你呢？你给自己写了什么信呀？我当时的内容还跟你有关呢。啊！夏沈月闻言不由得紧张起来。那你写了什么？我给未来的自己问了3个问题。第一个，跟喜欢的女孩谈一场恋爱。瞬间夏沈月小脸变得通红，昨天慌慌张张的感觉再次出现，瞳孔没有焦距的乱瞥。她刚刚说信的内容跟我有关，然后就是跟喜欢的女孩子谈一场恋爱啊！这正在她不知所措时，我终于被她逗笑了，感觉自己真是坏，明明不喜欢逗女孩子，可偏偏就喜欢逗弄她。别紧张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夏沈月都准备要端盘子跑路了，脑海中也规划好了逃跑路线。这次她轻车熟路，绝不会再把盘子带出饭堂。听我这么一说，她这才又坐了下来。第二个，从夏沈月手中抢过第1名，把你按在不对，是让你屈居第2，差点就说漏嘴了。毕竟14、15岁那会正是少年最热火朝天的年纪，连信都写得不正经。夏沈月警惕地看着我，一脸怀疑的样子。干嘛这副表情啊？哦，你该不会是以为？不是，我没有误会，我们是朋友，我当然不会想歪了。我坏笑着点了点头，见自己用了个平，便让夏沈月放了大招，我也就没继续说了。还好，原来他说信的内容跟我有关，是想超过我啊。夏沈月松了一口气，见气氛有些沉闷，他便思考着怎么挽救。那你现在似乎还没实现吧？对啊，恋爱没谈成，成绩也没超过你。不过你别得意哦，说不定最后高考我就考第1了，一雪前耻。不信？夏沈月小声的笑了笑，刚刚脸上的红晕还没完全散去，她这一笑，有种回眸一笑百媚生，6宫粉黛无颜色的感觉。我一下子看愣了，认识这么久以来还是第一次看她笑呢，像是一幅画，牢牢印在我脑海中。你笑起来真好看，我觉得你平时应该多笑一下。如果不想对别人笑的话，我不介意你对我笑。你又在乱说话了。夏沈月有些羞恼，觉得我又在逗她。每当这个时候，她总想拔腿就跑，可耐不住双腿有些使不上劲，跑又跑不掉，只好呆呆的被欺负。我说真的，你就是太不自信了。你知道我给未来自己问的第3个问题是什么吗？她疑惑的看向我，是什么？成为全校最帅的男人，做最帅的事。夏沈月憋住
笑，可憋得有些辛苦，最终还是忍不住噗嗤一声笑了出来。哪有人会给自己设这种目标的？我觉得至少这个目标我还是完成了的。怎么，你不觉得我很帅吗？夏沈月抬起大眼睛看了我一眼，又红着脸低下头，是很好看。见我似乎没有听见，夏沈月又试探地问了一句：“你在想什么？”我在想，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是什么感觉？应该是高一的第一次月考吧。我准备去看榜的，结果在楼梯拐角处撞到了一个小女孩，当时我就觉得这个人挺好看的。你还有没有印象？夏沈月用勺子戳着饭，依旧低声嘟囔着：“我才不记得呢。我能给你拍张照片吗？记录一下生活。”夏沈月闻声抬头，在这一瞬间，我抓拍到了这张可爱的照片，角度堪称完美。相片里的她穿着校服，嘴巴里吃着饭，微微鼓起，勺子还没离开嘴边，唇角还挂着一粒米饭，那双漂亮的大眼睛往我的方向看了过来，清纯如初恋般美好，很不错哎。夏沈月，你特别上镜啊！你偷拍我，快删掉了。夏沈月反应过来有些着急，觉得自己被拍下来肯定特别丑，她才不要留着这样的照片呢。可她又不敢过来抢，只好委屈眼巴巴地看着我。别担心，你很好看，照片我会好好保存的。我现在发你一份，你先看看。夏沈月看着手机中的自己，只觉得好羞人，一想到这张照片要被留着，就感觉更羞人了。不好看，快删掉了。但真的很好看啊，很可爱，不是吗？从我身为一个业余摄影师的角度来看，你和这身校服都是这张相片里无法替代的元素，至少我见过的女孩子里面，不会有比你更合适的。夏沈月抬头愣愣地看着我，见我眼神真诚，和对这张照片的喜欢一览无遗。她鼻子有些发酸，似乎这一身被她穿到发白的校服忽然找到了存在的意义。那你不可以给别人看，放心吧，今晚我把相片洗出来，明天送你一张，其他的我会好好保存起来，我自己偷偷看。听到这句话，夏沈月脸更红了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安心啦，我明白的。我把镜头又再次对准了夏沈月，她连忙双手捂住脸蛋，小耳朵粉腻腻的，不许再拍了。可恶，这个样子的她也好可爱。忽略掉她反抗的声音，我直接又拍了一张。放心吧，明天我都会洗出来给你的，我自己偷偷看。吃完午饭后，两人回到教学楼，已经1点10分了。那放学后再见吧，记住别人朋友都是一起回家的，你要习惯，你一个人回家也是无聊，我一个人回家也是无聊，两人一起回家多好。说完不给他拒绝的机会，我挥了挥手回到一班教室里，打了个哈欠，懒洋洋的趴在桌上，拿出手机打开相册，美滋滋看着刚刚拍下的夏沈月。看完捂脸的这张，正准备想要下滑看他吃饭那张时，我发现手指滑不动了，时间停止了。夏沈月怀里抱着个小枕头从门口走了进来，你没意见的话，今天小月想和你一起休息，可以吗？听到他含羞带怯的问话，我只恨自己为啥不能动。原以为这2天的相处已经成功让我翻身做主人，没想到今天早上演保健操的时候他没来，这回午休的时候却跑进来了。他就这样考验我们纯洁的友情的？这里可是教室啊！显然夏沈月没有读懂我内心的想法，他把怀里抱着的小枕头先放到我桌上，因为平时中午都在学校午休，夏沈月便带着一个小枕头放在教室里，这样趴在桌子上不会压得手臂发麻，也算是他的贴身用品，毕竟平时总是抱着的。他还没靠近，我的鼻子便率先捕捉到了枕头上某种淡淡的香气，是真的很香。我还以为现实中的自己很勇呢，能把夏沈月吓得像小白兔似的，现在我才知道，跟他比起来我那是小巫见大巫。他都敢自带枕头过来找我睡觉了，我还只敢偷偷拉一下他的小手。夏沈月在桌子上趴了下来，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，就这样矜持着没有其他动作。不过他的小脸似乎有些绯红，但还是勇敢地跟我进行目光对视。过了好一会，见我的眼神确实没有任何变化，他才松了一口气。我反倒是庆幸自己现在连眼睛都无法转动，不然肯定要被他看出什么来了。不是说要休息吗？赶紧的，1个小时怕是不够啊。夏沈月思考了一会后，似乎还是想不明白我干嘛会突然要找他做朋友。他小心翼翼地把我正在看的手机从手里抽了出来。过分，他的小脸蹭的一下就红了，居然一直偷看美女跳舞。他想删掉，可惜电子设备在实庭里只能保持原样，无法操作，而且就算删掉了，等会实庭结束也会回归原样。他把手机放下，继续趴在桌子上发呆。于之乐，你真好看，我喜欢你，你也喜欢我的话，待会你发信息告诉我好不好？看着他脸红娇羞的模样，还有这勇敢的告白，我差点就决定实庭恢复后就给他发消息告白了。不过还好我迅速反应了过来，钓鱼，他这肯定是赤裸裸的钓鱼，傻瓜才会上当呢。先不说会暴露自己在实庭里保留意识这件事，就连昨天我还没告白就被拒绝了一次，这次要是上当再去，肯定100%吃好人卡。狡猾的小白兔，还好我机智，不然肯定上钩了。夏沈月问完那句话后，就偷偷抬起大眼睛观察我，他心里已经决定好了，如果真收到消息被发现了的话，他肯定是要拒绝的，而且以后的实庭里大概都不会再来了吧，也许这次是最后一次了吧。夏沈月心里突然有些失落，像是即将要失去什么重要的东西。实庭对夏沈月来说就像是一场清醒的梦，她可以肆无忌惮地做任何想做的事，只不过结束后一切都会变成原样，她喜欢这种感觉。两人趴在同一张桌子上，夏沈月沉沉
睡了过去。他温热的呼吸吹到我脸上，有种甜香甜香的滋味。我也没想到他今天真的就是过来睡个觉。看着他熟睡的小脸，他像是疲惫了很久很久，几根发丝散落在脸庞，眼皮偶尔会动一下，长长的睫毛忽上忽闪的，也不知梦到了啥。离得近了我才发现他的皮肤特别好，干净细腻的小脸还似乎蛮有肉感。如果我能动的话，一定还要给他拍张照片，因为他睡觉的样子也好可爱啊。1个小时后，我只感觉恍惚了一下，身旁的人影消失不见，我一脸淡定，被糟蹋多了也就习惯了。总之，对于刚刚夏沈月抛出来的诱饵，我肯定不会上当的。要是被他知道我视频里有意识，以后他发动了实庭，肯定不敢来找我，那我岂不是每天都要孤苦伶仃的坐牢1小时？这还不如被他糟蹋呢。另一边，夏沈月坐在自己的座位上，拿出手机，紧张的盯着屏幕。刚刚安心的睡了一觉，把这些天的疲惫一扫而空。他现在精神的很，万一他真的给我发来告白消息怎么办？虽然已经做好了拒绝的准备，但心里面还是很不舍得啊，好后悔啊！干嘛要在实庭里跟他说那种话？还不如当做什么都不知道。这样不但现实里可以跟他继续做朋友，实庭的时候还可以去跟他腻歪在一起。我要求也不多，每天可以靠着他睡1个小时就好，反正结束后都会回归原样。他又没有什么损失，就不能只缠他身子不谈恋爱吗？夏沈月有些懊恼和紧张，怀着这样的心情，手机像是定时炸弹似的被他死死盯着。5分钟、10分钟、20分钟，再有一会就要上课了。见我还是没有发来信息，这让他心里长长的松了一口气。看来时间停止的秘密没有被他发现，他果然只是想跟自己做朋友的吧。夏沈月忍耐不住好奇，悄摸摸的从2班走了出来，贴着墙壁往1班教室瞥了一眼。他在睡觉，还好还好，看来他果然什么都不知道。放下心后，夏沈月一溜烟跑到了女厕所里，她洗了个脸，平复了一下心情，便准备回教室。结果一出厕所就看到我迎面走来，我刚睡醒，打了个哈欠就发现了夏沈月。于之乐，他一脸心虚，小手揪着衣角站在原地一动不动，似乎在等我说话。你站着干嘛？还不回教室？哦，那我走了。夏沈月得到允许，连忙快步跑向教室。哎，等等！我在后面招了招手，叫住了他。夏沈月闻言立刻定住身形，像是被一根绳索猛地拽住了一样，他头也不敢回，心脏砰砰狂跳。来了吗？终于还是要来了吗？他要说出那句话了。放学我在校门口等你，别想着偷溜啊！我看他还站着不动，便又迅速补充了一句：我话说完了，你可以动了，回去吧。听到这话，夏沈月这才撒开脚丫，逃也似的跑进2班的教室里。夏沈月很苦恼，看来今天放学是没办法偷偷跑掉了。刚刚看他的表情和话语似乎没啥异常，手机到现在也还没收到他的消息。不过他会不会是不想在网上谈告白之类的事？他要放学后见面说吗？一想到这，夏沈月的心脏又提到了嗓子眼。果然下午还是偷偷溜回家吧。我上完厕所出来，经过2班的时候也往里面瞥了一眼。夏沈月坐在自己的位置上，看着窗外发呆，也不知道在想啥。总之不管他在想什么，我都是不会上钩的。每天他占上风的时间只有1小时，而我有24小时，怎么可能输给他？转眼1下午过去，放学铃声准时响起。为了防止夏沈月偷偷跑掉，我一下课就跑出教室来到校门口，而另一边的夏沈月为了防止被逮住，也是一下课就快步走出了教室。不过他为了防止2人撞在一起，还特意绕了一圈才来到了校门口。虽然走了一些远路，但现在应该安全了吧？这会出校门的学生都还不多呢。若是于之乐问起来干嘛不等他一起回家，我就说肚子疼先跑回去了。这办法不错。就在夏沈月胡思乱想之间，我悄然在他身边出现。哟，今天出来的这么快啊？该不是想偷溜吧？夏沈月吓了一大跳，语气也变得结结巴巴。没有，你别误会，那就是迫不及待的想跟我一起回家了。说完这句话，我便在前面慢慢开始走，夏沈月跟在身后。他想起视听里自己说的那番话，小心翼翼的打探：那个于之乐，你午休的时候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吗？午休？我装作一脸疑惑的样子。大概几点钟的时候，我玩了会手机就睡着了，后面倒也没注意。夏沈月鼓起勇气盯着我的眼睛，不过看了半天愣是没看出来什么，反倒把自己的小脸看红了。但好在他终于确定了，那就是我不知道时间停止的事情。他瞬间安心下来，长长的舒了一口气。2人一路走到分岔的路口，现在是红灯，夕阳光照在2人的身上，把影子重叠在一起。于之乐，你还不回家？我又不跟着你，我去菜市场，你呢？我也是。哦，原来你想跟着我呀。夏沈月不想说话了，低着头撇了撇嘴。我见状偷偷笑了笑，刚好绿灯亮起，便率先朝着菜市场走去。走了一会，夏沈月忍不住开口：你真的要去买菜吗？我们已经是朋友了，你可以不用跟着我的。骗你干嘛？昨天买了你挑的丝瓜和肉，做出来的汤很好吃，我打算今晚再让我妈做丝瓜汤，还以为是你自己做呢。我也想啊，我妈说让我别给她添乱，以后找个会做饭的老婆就好了。所以啊，我有一件事想拜托你，我想请你当，我不会给你做饭的。夏沈月连忙拒绝，丝毫不给我说话的机会。我有些无语的翻了翻白眼，你想啥呢？我是拜托你当我老师，教我买菜做饭，我要让我妈大吃一惊。都怪你一直在说奇怪的话，你再这样，我就不跟你说话了。好，我们是朋友啊，只是逗逗你开玩笑而已。夏沈月想了想，小声的开口：那你也会跟其他女孩子这样说吗？那不会，我的朋友里就你才是女孩子。哦，夏沈月小手揪紧衣角，莫名的因为这件事情而感到有些小激动。可就在这时，远处一只雪白的猫咪焦急的朝夏沈月冲来，嘴里还一直发出喵喵喵的叫声。夏沈月瞬间心头一慌，妹儿，发生什么事了？